上回书中说到，悟空变身超级赛亚人3大战魔人布欧，原本可以稳赢魔人布欧的悟空保留了实力，点到为止，将魔人布欧这一难题留给了后人。在传授特南克斯和雾天合体术动作要领后，悟空跟随占卜婆婆离开阳间，回到地府。悟空请假回到阳间探亲的这一天，注定是不平凡的。先是贝吉塔滥杀无辜，接着魔人布欧又接过接力棒，继续无休止的杀人。死去的冤魂在地府里排起了长长的队伍。悟空回到地府后，阎罗王愤怒地向悟空抱怨一通。悟空表示，事情的起因、经过、结果很复杂。总之，地球上还会有更多的冤魂来报道的，请做好接待的准备。悟空向阎罗王打听悟饭是否来过这里，阎罗王翻了一下花名册，你爷爷吗？悟空表示不对，是我儿子。阎罗王告诉悟空，孙悟饭并没有来地府报道，这说明他并没有死。有意思的是，魔界之王达普拉死后竟然被分配到了天堂，因为以达普拉的秉性喜欢黑暗和邪恶，下地狱的话很容易成为地狱之王，地狱对他来说就是个游乐场。相比较美好祥和的天堂，反而对他是惩罚，所以就只能送他去天堂了。竟然还有这种判罚，这么说来，坏人都喜欢作恶，岂不是都应该送去天堂去受罚？好人本以为死了是一种解脱，结果到天堂一看，全是作恶多端的恶棍，气得一跃而下，跳进了18层地狱。听闻儿子还活着，悟空十分高兴。女人的直觉真是厉害，看来比迪丽的第六感是准确的。可是为什么在阳间感受不到悟饭的气息呢？悟空正疑惑，突然感受到了熟悉的气息，没错，正是悟饭。为什么悟饭的气息会在这里出现？为了一探究竟，悟空顺着悟饭的气息瞬移过去，进入了界王神界。杰比特看到悟空后吓了一跳，这里是圣地，为什么人类能随便进来？悟空表示，你没看见我头上的光环吗？这是主角光环，哪里都可以去。悟空和三人讲述了地球发生的事情，得知巴菲迪死后，魔人布欧依然在四处杀戮，悟饭气得浑身发抖。悟空随手操起剑王神剑挥了挥，虽然很重，但是耍起来还是绰绰有余，看得杰比特目瞪口呆。玩累了，悟空请界王神给自己弄点好吃好喝的，毕竟是主角，到哪里都吃得开。上到界王神，下到阎罗王，都要给几分薄面，交情遍布阴阳两界。悟饭很快将界王神剑耍得得心应手，这把1000斤重的玄铁重剑在悟饭手中轻如鸿毛。趁悟饭暂时歇息的时候，悟空提议用界王神剑削点什么东西。既然这把剑是传说中的大宝剑，那一定是锋利无比，削铁如泥。悟空举起一块巨石，怂恿悟饭砍下去。悟饭很自信，在悟空丢出巨石的一瞬间，挥舞重剑，剑光一闪，巨石变成2半。界王神看完拍手叫好，玩心大起。他主动提议找一些更坚硬的东西试一试剑锋。界王神变化出一个黑色正方体，这是宇宙中号称最硬的金属金刚，正好可以试试界王神剑的威力。悟空丢出金刚，悟饭挥动界王神剑，只听叮的一声脆响，传说之剑断成了2截。悟饭瑟瑟发抖，界王神和杰比特濒临崩溃。悟空迅速甩锅，你看吧，都是界王神，非要用这么坚硬的东西来试，才会发生这种事情。界王神想捶悟空的心都有了。悟饭见状，立即给界王神找了个台阶下。他尝试挥舞拳头，发现臂力更强，挥拳更快更轻松。说不定这把剑的意义就是增强臂力和腕力，因为剑身十分沉重，使用完之后力量大增，也许已经得到了世界第一力量也说不定。界王神表示，小伙子说得好，明天你来人事科报道，给你个办公室的闲差做一做。这时，一个苍老的声音打断4人，大家回头一看，是一个穿着和界王神一样制服的老者。老伯，你是哪位？老伯笑嘻嘻，他声称自己是15代以前的界王神，也就是本届界王神的前辈。悟空一看，想不到眼前这个佝偻老头这么厉害，作死之心蠢蠢欲动，一发气功弹打过去，以老一辈界王神的厉害，应该轻易躲开吧。只听砰的一声，气功弹直击老界王神面门，老界王神也差点领了悟空同款的地府畅游圈。他爬起来对悟空破口大骂，悟空当场愣住，看来这是一个会说大话的老头，一点都不厉害。老界王神很不服气，虽然自己武功差，但是身上藏着非常恐怖的能力。至于是什么能力，充了会员才能告诉你。悟空靠近老界王神，窃窃私语：做人不要这小气，这样如何？我愿用一本古典名著《金瓶梅》换你的秘密。老界王神表示，光是文字没有图片有什么意思？自己可目视千里，想看什么看不见，世界各地的美女尽收眼底。悟空将声音压低，耳语道：光看不能摸有什么好？我给你安排一下地球上著名的一条龙服务。
老健忘神一听，还能被一条龙服务，这是何等刺激，口水止不住流了出来。悟空拍了拍悟饭的肩膀，我现在已经没时间去往阳间了，不能亲自安排。你不是有个叫比迪利的女朋友吗？我看就让她全权负责此事好了。口头协议达成，老健忘神道出了他的恐怖能力，就是可以帮助任何人增强力量，力量大大的超过这个人本身的极限。老健忘神换来悟饭，声称以悟饭的能力加上自己的辅助功效，定能让悟饭成为宇宙第一。老健忘神让悟饭站着不要动，自己则围绕着悟饭跳着滑稽的舞蹈。据本人所说，这是一种古老的仪式，仪式要进行5小时，提升能力需要20个小时。悟空听闻此言，摆摆手，跑到一边去睡觉。美美睡了一觉之后，悟空起来一看，老健忘神的神秘仪式还在继续，时间仅仅过去了2个小时而已，距离仪式结束还需要3小时。悟饭又累又尴尬，而老健忘神体力依然充沛。悟空离开地球后，短笛认真负责的继续做保姆，监督特南克斯和雾天练习合体术。今天是第2天，也是与魔人布欧约定的最后一天。所以无论如何都要在这一天掌握合体术。熊孩子表示，要练习合体术也可以，必须请短笛再展示一遍，这样方便学习掌握。短笛黑着脸，这2个熊孩子绝对是故意的。不过就算是丢人，也必须拉上一个垫背的，绝对不能让我短笛大魔王一个人成为村里的笑柄。短笛叫来克林配合，克林左右一看，所有吃瓜群众都消失了，只剩下自己一个人，没办法，只好硬着头皮上了，一切为了拯救地球。短笛与克林认认真真展示一遍合体术的动作。熊孩子表示，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么丑陋的姿势呢？难道是想活活把魔人布欧给笑死吗？很快，2个熊孩子熟练地掌握了合体术的动作要领。短笛让2人将气息控制在一个水平线上，准备好第一次进行正式合体。布马等人放下扑克牌，跑出来强势围观。短笛在一边指导2人控制气息，当2人气息几乎一样的时候，短笛点点头，可以进行动作合体了。特南克斯和雾天互相点点头，然后一边做动作一边靠近。霎时，一道刺眼的光芒亮起，特南克斯和孙悟天的合体完成了。第一次合体看起来有点出乎大家的意料，因为眼前这个新角色简直就是魔人布欧的人形翻版，该不会是要以胖制胖吧？看，小胖子跑起来了，刚跑了2步就停下来大口喘气，不用猜了，一看就是失败了。短笛进行了一下动作指导，因为特南克斯的动作不标准，所以导致合体失败，没办法，只好等待30分钟之后合体解除，再重来一次了。众人围着小胖墩问东问西，小胖墩一脸茫然，看起来不太聪明的样子。30分钟之后合体解除，小胖墩变回了特南克斯和雾天，2人完全不记得合体之后的事情。由此可见，合体产生的人物是一个完全有自我意识的新物种。来不及休息，短笛命令2人立刻再尝试一遍。这一次，由于2人手指错位，变成了一个骨瘦如柴的骷髅兵，双眼无神，双腿不住颤抖，光什么都不用做都已经站不稳了，仿佛身体被掏空。没办法，只好又白白浪费30分钟。俗话说，事不过三，第3次合体终于成功了，能够打败魔人布欧的超级战士诞生了。强大的乌天克斯继承了贝吉塔的狂浪，放下豪言壮语，就算不用变身超级赛亚人，单凭这个状态也可以轻松拿捏魔人布欧。短笛大骂乌天克斯天真，乌天克斯摆摆手，不再听短笛劝告，直接飞去找魔人布欧约架去了。魔人布欧在城市中继续搞破坏，玩够了就去寻找新的目标。途中，魔人布欧遇到一个落单的孩子，本来他准备像对付其他人一样，将这个孩子直接杀死。然而，这个孩子是个盲人，看不见魔人布欧。魔人布欧起了好奇心，他用魔法治好了孩子的眼睛。孩子看到魔人布欧后，并没有像别人一样惊恐的尖叫，而是眼含热泪，不住的感谢魔人布欧治好了自己的眼睛。布欧从来没有被人感谢过，一下子给布欧整不会了。魔人布欧对这个孩子失去了杀心，他和孩子坐下来，有一句没一句的聊天。魔人布欧问孩子自己帅不帅，孩子告诉布欧他很帅，因为他治好了自己的眼睛。孩子的真诚打动了布欧，布欧开怀大笑。孩子拿出自己仅有的硬币送给布欧作为感谢。魔人布欧对又冷又硬而且没有味道的硬币不感兴趣，得知孩子要去买牛奶，魔人布欧便飞到街道，随即将一个路人变成牛奶送给了孩子。孩子不住地感谢魔人布欧，魔人布欧第一次帮助别人，第一次被人以诚相待，开心了一路。告别了小孩，魔人布欧继续轰炸城市，炸毁了城市，又飞到海面上，看见2艘游轮缓缓前行，魔人布欧直接冲过去，一头撞翻了其中一艘，将落水的遇难者丢向空中，与太阳肩并肩，一炮轰成了尘埃。乌天克斯很快在海上找到了摧毁游轮的魔人布欧，话不多说，直接开打，一套技能丢下去，打的魔人布欧只剩下2条腿。
初生牛犊不怕虎，小伙子着实轻敌了。魔人布欧头上喷出蒸汽，接着闪现到乌天克斯身边，对着他的帅脸打出一套还我飘飘拳，将乌天克斯打得鼻青脸肿。魔人布欧准备给乌天克斯最后致命一击，人类军队赶到现场，对魔人布欧施加炮火打击，当然没什么卵用。布欧一招大爆炸，全部解决。狼狈的乌天克斯回到天神殿，被短笛狠狠训斥一番。不要长他人志气，听好，你跟魔人布欧的战斗就在1小时之后。在这之前，你给我好好练习。你们要尽量让自己的实力增强，以后再进行合体，才能对付他。明白了吗，乌天克斯？悟饭的修行还很漫长，乌天克斯与魔人布欧的实力还有一定的差距。到底他们能否打败魔人布欧，保卫地球呢？本期内容就说到这里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